老爸，阿里巴巴已经跌到了70块了，可以捞底了吗？哎呀，富途跌到了24块了，还不止损吗？现在不光是阿里巴巴、富途这么好的股票跌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腾讯到了300块底下，中移动也跌了很多了啊。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今天我们看到港股、中概股、中资、内房，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港交所。所有的股票都跌了好多，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股灾。今天会给大家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股灾，现在我们又可以做点什么。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在现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我们有俄罗斯、乌克兰的局势还是正在打仗，局势紧张。美国、欧洲制裁俄罗斯。第二个，美国的通胀失控。美国很快就会加息了啊！第三个，疫情还在香港非常的高，也是扩展到了中国，中国开始封城了啊！但是这些问题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中概股、中资股、港股跌这么多。比如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那么应该美股、欧股要跌的比港股要多，是不是啊？为什么会影响到港交所、中移动、中联通、中电信这些股票呢？如果是美国加息，应该美国的股票跌啊，中国很有可能不会跟着美国加息。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整体的阿里巴巴啦、腾讯啦这些中资股也是跌了15%左右啊，一天之内跌15%是非常厉害的啊。那如果我们看疫情的话，也不会影响人家交电话费，为什么中移动会跌呢？唯一一个我觉得有点可能是，昨天我们看到 New York Times 报道，俄罗斯问中国求援助，然后美国马上警告中国，如果中国帮助俄罗斯避免了美国的制裁的话，美国也会制裁中国啊，有可能是有资金，怕美国以后会制裁中国，所以现在他们开始抛售，那香港股票市场资金出入更加容易，所以做到了他们首先抛售的地方，使到今天的港股啊，差不多是无差别的，所有的股票都跌了很多。但这个也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跌了这么多。其实呢，以下这个是真正能够解释为什么股灾会来的啊！我们的脑袋很自然的在股票跌的时候，我们会去寻找有什么原因使到股票跌，再加上很多的股评人在股票跌的时候会有一大堆悲观的看法、悲观的分析讲出来，使到很多人人心惶惶。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满座的戏院里面看一个恐怖片，突然有一个人大声的喊叫，有人要死了，灾难要来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灾难要来的话，谁都赶紧要逃出去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人踩人，把其他的人踩死掉，或者自己被踩死掉，对不对？那这个就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了。哇，果然真的有灾难出来了啊！现在股票市场也是类似的啊，很多人说哇，港股要见18000点了，16000点了，我们要沽空了，我们要快走了。很多人刚开始听的时候还不是太相信，但是看到港股跌了很多，中概股跌了很多，他们也开始恐慌了，他们也开始抛售离场了。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人踩人啊，好像那些看空的人、悲观的人是对的了啊，不排除他们已经做好了大量的空仓，然后发布这些悲观的新闻意见，使到大家产生恐慌，使到股价跌下去，使到他们可以赚很多钱。所以我们要小心做了这些空军的韭菜。其实呢，这也不是第一天发生啊，在我2016年就写了这本书里面，我就已经写到了，当时
是没有股灾的时候，我写了，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如果用数据来做分析，得出来的结果必然是叫你不要买入，因为往往数据差才会令人悲观。近几年的金融海啸、欧债、美国债务上限危机、占领事件等等的发生，学者的看法都是悲观的。可是，在最悲观的时候，才是买入的机会。03年，我便在全程看淡的时候，又买楼又买股，最后做到年年买层楼，10年赚1亿啊！我在写这本书16年的时候，港股刚刚经历了港股大时代，在之前的时候是香港发生了占领的行动的时候，当时的股票也是非常的悲观的。突然之间，港股大时代又使到我们乐观的人赚了钱。港股大时代之后，股票又跌了很多，跌到了16年的1月份，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之后的2年，港股又涨了很多很多啊，所以经常会发生这些悲观的小股灾、大股灾，但是股灾之后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反弹的。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是短线的投机者还是长线的投资者。投机者的话，我们会非常的聚焦在短线的股价的波动，心惊胆战，天天盯着盘看，股价涨了怎么办呢？股价跌了怎么办呢？还是不断的在尝试预测股票市场明天的走势。其实我告诉你，很少有人真正能够看到股票市场每天的波动的。如果那个人真的有这个能力的话，他老早就发财了啊！我们能做的就是做一个长线的投资者。作为一个长线的投资者，我们看的是一个股票背后的企业。作为一个企业的股东参与者，这个股票这个企业值不值得我们去投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公司的业务有没有发展的很健康啦，令我们满意啦，还是受到什么影响啊？所以做了这个之后，第二个我们来看一看，用今天的股价值不值得我们去入股买这家公司。所以呢，在没有股灾的时候啊，这个安全边际还很小，我们买的话分分钟股价跌下来，我们会受影响。相反来说，现在股灾的时候，股价跌了这么多的时候，虽然可能还没有跌停，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底，但是现在打了这么多的折扣之后，这个安全边际是更大、更安全了，而且这个分母更小之后，我们买了之后，以后的投资回报作为一个百分比也会是更大的。所以回到了我们刚才有提到过的那些公司，问一问今天发生的事情对于这些企业他们的业务有没有影响？俄罗斯会不会影响港交所？美国加息会不会影响中移动？疫情爆发会不会影响一些稳定的非常优秀的企业？当你找到了一个好的令你满意的企业的时候，当股灾来了，这个价格便宜的时候，你觉得有足够的安全边际的话，你就买入。买入了之后，就安心的做一个长线的投资者啊。那如果明天这个股价更跌了，跌破了你买入的价格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也不要心惊胆战。如果其他的人惊慌了，要止损了，愿意更低的价格卖出去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有资金的话，可以考虑值不值得你增加你的股份。如果已经买入了令你满足的资金了，不需要再买了，那其他的股价波动的话也是跟你无关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做一个长线的企业的股东，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要恐慌害怕 fear 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戒掉贪心。什么是贪心呢？如果我看到这么便宜了，但是我还在估计这个股票会跌，等到再低一点再买入啦，或者甚至去沽空啦，这其实也是贪心的一种表现啊。我投资了股票28年，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是很难预测到明天的股价到底是涨还是跌，什么时候会到底的。我只能告诉大家，当一个股票值得去买的时候，有一个足够的安全边际的时候，买入的话，给它一段时间，市场会把股票的价值
再一次反映出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长线的投资者，我们的回报就会非常的不错了。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在今天这个股灾的时候可以给到你一些启发和信心。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其他的一些具体对美国大盘和企业分析的那些视频的话，也欢迎大家去看一下啊。最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马上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